目前国内最知名的2个拉力赛，一个是韶关拉力赛，一个是龙泉山拉力赛。可以看到这个速度不是特别快，哎，怎么掉沟里了？好吧，这个没法解释啊，属于人类未解之谜。好在观众的帮助下顺利脱困。我有一个疑问，这个是正式比赛吗？这速度比科目2都慢呢。如果是正式比赛的话，这个弯道也没什么难度啊，这么慢吧，看的人都着急。当然有慢的也有快的，像这个车手开的就比较快，而且刚下完雨，赛道比较滑，他这个速度一路开过来的话，你能明显感受到他对大自然的征服欲还是很强的，不服输。尽管是开下了赛道，但是没有放弃，依然在不断努力修正，尝试重新回到赛道上。果不其然，很快又重新回到了赛道。厉害！这个速度并不快啊，为什么还能开沟里呢？这个速度好像比上一个快一点，也是一样的，命运来有请开的，其实并不算特别快，但是到这个地方也是发生了失控，基本可以确定路有毛病。这个是车坏了吗？怎么没看到拐弯的迹象呢？弯道超车理论上是没毛病，但是差点给这个小白车撞下去。相比之下的话，这个弯道超车就比较完美，车辆没有接触，干脆利索一把过。而且这个速度说实话也不慢，这是一个俯拍视角，远远能看到一辆白色的小汽车缓缓地驶了过来。说实话，在拉力赛当中，这样的赛道，这样的路况，这个速度确实有点慢，几乎是一样的一个弯道，这个看速度也不是特别快，可能是和赛事的理念有关系。速度30还要打转向灯，国内主打一个就是稳健安全，前面2段路可能不是太明显，但是这段路和 WRC 比起来，速度差异就特别大，感受就非常直观，尤其是这个弯道 WRC 几乎是全油门过，贴地飞行。并且国外的 WRC 领航员更加的激进，竟然让车手大秀车寄来整活观众。这样的操作，连领航员也给车手一个大大的赞。反观国内的，这也不清楚怎么回事，开着开着怎么方向盘还掉了？好在及时刹车，人没什么事，车也没什么事。车手看着方向盘，一脸懵逼。国内领航员和车手也不是一点默契没有。车内视频显示。看了，减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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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现在减速。我知道，我知道前面在那儿了，别指挥。减速，减速，你再不减速就又一股子烟。不是，这过，我这可以，这才40迈。这离那儿那么远呢，这还减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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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瞅瞅这烟，减速。咱们试一下。可以。啊！是吗？夹着手了。笑死了！360老总这地方选的挺刁钻的，怎么会在这里去测试防夹手功能呢？被夹一下，估计下次知道拿个火腿肠去试了。对于国产车这种有时候有，有时候没有的功能，还是不要拿肉身去试。但是现在国内造车也是卷的不行，连360老总这种做流氓软件起家的都来凑热闹，可见国产车现在是多卷或者是多乱。比亚迪方程豹大降价，车主到比亚迪 4S 店维权。在7月29日，比亚迪方程豹5全线调价，降价5万。只能说完软派越野的执行力就是强。7月29日晚发布的价格信息，7月30日就到比亚迪 4S 店维权。很多人纷纷拉横幅维权，买豹5当怨种，今天开豹5，明天钻地鼠，更有其他韭菜大冤种等字样。这些人也还蛮聪明的，把横幅挂在车上，在马路上动态行驶，表达自己的诉求。有的一些标语甚至把长城的名字都写上去了。更加哭笑不得的是，有的车主让比亚迪 4S 店给他留饭，以后每天中午都去，带上工地的工人一起，要把这5万块给吃回来。方程豹5在2023年11月9日正式上市，作为比亚迪首款号称新能源硬派越野的车型，看来是要玩砸了。这次降价应该可以申请世界纪录了，不到半年官降5万也是非常少见的。有人就表示应该学一下理想汽车，虽然质量不怎么样，但是人家降价了，直接现金补差价。
这个方式还是不错的，不像华为问界改款太快，车主维权只能吃点西瓜走了。这是我的车，这是韭菜馅包子，我今天早上吃了4个韭菜馅包子，剩余2个没吃，我喂它了。那我的车友群里很多我的车友让我跟着一起去 4S 店维权，这个车一夜之间降价了5万，我就是那之前别人在网络上笑话我们是大韭菜，是大冤种，我就是那个妥妥的大韭菜大冤种。比亚迪方程豹5突然宣布降价5万元，我是3月8号提的车，至今不到5个月，这款车上市也不足1年。请问比亚迪官方、方程豹官方，这款车突然降价高达1/6是为什么？销售公司有没有提前知道消息？有没有恶意隐瞒消费者？以及对我们新车主、老车主的补偿方案到底在哪里？请比亚迪官方和方程豹官方及时回复。当然也有人表示，这次比亚迪方程豹做的没错，销量不好，降价卖不是很正常的吗？怎么会有人说被刺老车主呢？甚至还些靠给比亚迪吹牛逼来获得流量的人也反水了，纷纷指责比亚迪。其实商品涨价、降价是一个正常的商业逻辑，没什么问题。比亚迪又没有欺诈销售或者别的，当时买的时候干什么去了？难道不爱了吗？这可是国货之光啊！如果是真的喜欢比亚迪，支持比亚迪，难道降价5万就受不了吗？能花30万买车的人还在乎这5万？可以去问问花28万买亚洲龙的人说过什么，花34、5万买 ES200的人说过什么。对于现在这个贵一点的车来讲，降价5万叫钱吗？包括一些新能源车来讲，买的难道是理财产品吗？现在就是考验比亚迪粉丝的时候了。最近比亚迪高端品牌仰望 U8 也出事了，有位仰望 U8 博主之前喜欢用仰望 U8 去拔河，和很多车型拔河赢的比较多，如是突发奇想要跟百吨王货车来一次拔河，如果没有拔过就把车砸了。仰望 U8 和德龙 X3000 拔河，一个乘用私家车和商用大货车对比，这不是螳臂挡车，不自量力是什么？今天这个事情真的叫一个热。虽然最终的结果是比亚迪输了，但是很多人肯定是不服的，说什么光轮胎的尺寸就输了一条街了，除了 U8 谁敢来挑战？但是我真的憋不住，笑得我肚子疼。其实我自行车都敢去挑战百吨王，反正也拉不赢，重在参与嘛。赢不了就吹其他的，之前赢了其他的车，那真是被吹上了天。直播里我想大家都看到了， U8 的人把货车的锁给拆了，打2次都输，第2次还抢跑了，都被拉回来了。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，他们会不会说是因为人太多了，影响到 U8 的发挥正常了呢？从直播中我大概能感觉到他们2个的心理对话。真的人说你服没？ U8 肯定会说我没踩油门。真的人说你服没？ U8 说你们行驶中挂锁。真的人说你服没？ U8 说我轮胎不行。真的人说你服没？ U8 说你们空滤不行。真的人说你服没？ U8 说你等着收律师函吧你。输了就是输了。网上看到的比亚迪车主，他们普遍认为比亚迪无所不能，不可能认输，也认为货车肯定拔不过比亚迪。都说比亚迪的车皮厚，我觉得这些车主的脸皮厚才对。虽然今天这个 U8 的流量确实让比亚迪省了不少广告费，但是德龙是公认的大载货车，连沃尔沃都不敢说比它强，你一个小电车玩的是哪门子技术啊？
完全是拎小鸡一样的拎着跑，真是古有诸葛亮七擒孟获，今有小哥拔河，七次不服就是一场闹剧。看事儿要看本质，为什么这样的事儿在网络上影响这么大？还是那句话，从上到下吹牛式的营销，洗脑式的营销，为什么一个拔河会有这么多人关注？我可以负责任的说，80%以上的人是奔着看笑话去的。恭喜各位看笑话看成功了，真的以为自个天下无敌，吊打碾压遥遥领先，殊不知人外有人，山外有山，楼外有青楼，不是楼外有楼，光速打脸，每一回合都能找到不同的理由。我告诉你，你为什么输，为什么会输给一个重卡，它的原理是这样的。重卡是不是红色的？那个车是不是白色的？那你们的拔河时间是不是在正午，阳光晒得最充分的时候？知道你为什么会输吗？因为经过光学实验，太阳光照在白色和红色不同的物体上的时候，只要持续20分钟以上，白色吸收的温度反而要比红色高。那吸收的温度高会代表什么？散热不好。散热不好会导致电机过热，那电机过热肯定会你拔输啊，我也只能编到这儿了啊。到最后有人说是因为拖车绳挂的位置不对，说明显的大车的拖车绳的位置啊高于前面那个小车。我觉得他说的对，这个拖车绳应该挂在货车的司机脖子上，你拉7回赢7回，还得换7回司机，你信不？输了就输了，认认真真道个歉不丢人。它本身也不是一个量级的，以后少从网上吹牛逼，哪有永远的世界第一呀？实在不行，下次就比拔牙吧，铁齿铜牙，大家就当一个娱乐项目看就挺好。因为吹牛逼的行为从来没有停止过，以前被打脸，现在被打脸，将来还会被打脸，一贯作风。什么时候这习惯改不了，永远都会被打脸。至于 U8 车主会不会把车砸了，应该不太可能。因为已经出道歉视频了，有网友就猜测说，这个 U8 车主买车之后一直在搞各种拔河，在网上有很大的流量，怀疑是比亚迪官方赞助的 U8，不是他买的。他现在要考虑的应该是如何把车保住，让他继续拔河。脸虽然丢了，但是钱不能丢。